记得2023年呢，就有人问我想不想升级你的拍摄器材。与其说是升级呢，倒不如说我当时已经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在等一款产品，小巧方便，携带在身边呢，也不会感到压力的一款产品。没错，那就是 Instago。嗨，我是钟，这里是收尾数六。肯定呢，有朋友会问，为什么呢不选择 GoPro 或者说是 Action 更大的传感器、更强悍的功能？难道它不香吗？其实我选择 Go 的原因是因为它小。比如说那仓分开过后呢 ，Go 3的整体体积也就剩下不到38%左右，重量呢也只有35克，也就是相当于运动相机的1/4不到。带在身上呢，它的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放在包包、口袋，甚至呢随时挂在胸前，准备着让记录生活呢一触即发。话说回来 ，Instago 3除了小巧以外呢，它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运动相机。除了这场运动呢，它还可以应付一些非常抖动的场景，比如像官方所宣传的滑雪、骑行、冲浪、极限运动等等。在画面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摩托车的手机支架呢已经抖动到非常不行，但是呢，整体画面呢，我们是感受不到任何的画面抖动的。结合上小巧这个特点，再配合上磁吸，还有各种配件呢，它就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里面。除了手动操作这种原始的操控方法呢 ，Instago 3这次还加入了语音识别。与其他的厂商不同的是呢，它的语音识别还支持了中文。毕竟呢，强如华为的手机厂商呢都没有给国际用户配备中文的语音识别，但是呢，在 Instago 3 Insta 它做到了。虽然说呢 ，Instago 3它已经支持了语音识别，而且识别率还算是不错，但是呢，在实用性上呢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尽人意的。主要的原因呢，是在于它的语音识别呢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音助手，而是相对简单的机器识别。换句话说呢，它只听得懂一些比较简单的关键词语，比如说视频录制的功能就是开始录像。只要机器识别到类似发音的指令呢，它就会开始工作。反之呢就不行，什么开始录制视频，停止录制视频，这些都不行。当然，语音识别的工作呢是在本体里面独自运行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不需要用到充电仓就可以使用语音识别，停止录像。续航问题呢是每一个用户对于科技产品的一大疑虑，但是呢，在长期使用 Instago 3下来呢，我并不觉得它的电池有什么不够用的地方。在短时间的录制行程下来呢，是不会产生太大的电量焦虑的。再配合上快速启动按键呢，机器并不需要时刻的开机，只需要按下录制按键，机器呢就会开始工作。这样记录日常呢，电量还是比较堪用的。当然，身为一个运动相机，光小巧、拍摄稳定、语音识别还是不够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要大。拥有超级大广角的 Instago 3呢，不仅可以让用户在有限的空间还有角度里面呢，尽可能的收集到更多的画面，而且呢，拍摄到更多更丰富的画面呢，还可以让后期拥有更丰富的调整空间。要知道呢，很多时候拍 vlog 最怕的情况呢，就是人物或者说是画面不够丰富，最终呢就变成了废片。有了这个超级大的广角呢，不管是在任何的角度，只要呢视角偏差不要太厉害呢，都可以拍出不错的画面，或者说是更丰富的人物。虽然呢，在画面的边缘可能会存在一些畸变，或者说是像素颗粒感比较严重，但是呢，拍得到总归拍没有强吧，对吧？
Instago 3的使用体验呢，整体来说我还是觉得不错的。不管是在模式按键可以快速的选择当前的拍摄模式，还有自定义的一些设置选项，或者说是硬件的搭配上面呢，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符合我对 Instago 3这个母子相机的期待的。即使是在暗光环境拍摄下呢，它的表现并没有非常的出色，又或者说是常见的发热问题依旧存在，但是呢，这并不影响它将会是我接下来记录日常运动的首选相机。但是呢，机器存在的一些逻辑操作问题，或者说是 bug 呢，还是让我吃上了不少的苦。比如说连接不上 App， 机器突然死机、发烫、充不上电、没有反应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呢，都让整体的体验有所折扣。尤其是像我这种初次体验 Insta 生态的用户，很有可能呢，就因为这一个小小的 bug 呢，就只有这一次，没有下一次了。看来 Insta 还是需要在软件层面上呢多下功夫了。至于其他的弱点呢，比如说磁性没有想象中的强，效果灯还有本体的提示音呢没有办法调节，录像边缘畸变，白平衡有一点偏红等等的小问题呢，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而且呢，我也慢慢的摸索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操作逻辑还有习惯。除此之外呢，它基本上都符合我对于一个母子相机的预期。对了，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它的磁吸配件呢位置都非常的固定，并不可以做到完全的盲操作。只要呢机器放的位置不正确，它就会被磁铁的反射力给弹出来。软件还有应用这一方面呢 ，Insta360 身为新进的科技厂商呢，自然的把重心还有功能倾向于用户群体比较多的手机端，这一点呢确实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呢 ，Insta 又有另外一个神操作呢，是我完全料想不到的，那就是呢，对于声音的编辑呢，在电脑端上是可以做到细微的调整的，但是呢，到手机端上呢，是完全没有这一个功能。对于软件还有 App 呢层出不穷的 bug， 我还是有一点点的招架不住，毕竟呢。谁还会用一个想用的时候却出问题，然后呢还得忍受在后期制作这一方面呢，电脑还有手机反复横跨，然后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 bug， 谁还会有这么多的耐心呢？拜托了 Insta， 产品的确是好产品，但是呢，硬件软件在后期这一方面也得好好的跟上，才能对得起消费者掏心掏肺掏钱包。对于拍摄的升级呢，其实这个念头呢一直都在。就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，我就入手了一个单反。单反呢虽然是好，但是呢它对专业的要求跟需求呢，相对的来说也会变得更高，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研究更多的功能、参数、配件、镜头等等巴拉巴拉一大堆，很快的。我就后悔了，后悔的是庞大的相机尺寸限制了拍摄的灵活性，当然还有高昂的花费。购买机身还有套件呢，只是一个入门，想要达到一个更好的拍摄效果呢，就必须要花钱购买更多的镜头配件，还有呢研究更多的功能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有了良好的基础过后才必须考虑的事情。除此之外呢，重量、便捷性，还有呢相机对大众的侵略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呢，导致了我放弃常带它出门的原因。但是呢，运动相机跟单反注定就不能够相提并论，毕竟呢，尺寸、设计、用途、功能完全都不一样。至于为什么选购3呢？除了之前提到的一些功能之外呢，还有一点就是周期。根据观察呢，其他厂商的产品呢，多数也就1年1更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呢，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些挤牙膏的嫌疑。但是呢 ，Instago 系列的更新周期呢，由2到3之间相隔的时间呢，也就2年多，所以呢，一经推出就是王炸。我猜测 Instago 3的产品年限还有保质期都会相对的高，所以呢，选择 Instago 3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它的尺寸刚好合适。当然，如果你选择 Instago 3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所谓的社恐人的 Vlog 相机的话，劝你还是尽快打消这个念头。毕竟呢，只要你还知道它是一个相机的话，你对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心理暗示，你还是会恐惧，还是会在意别人的目光，还是不敢开始 Vlog。社恐往往需要克服的是心理，而并非是什么相机心态。相反的，如果你只是想要降低群众或者说是被拍对象的抵抗心理的话，这个还算是蛮推荐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分享，希望呢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。我是周，这里是东威 Studio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。Oh no！ Huh？